一个家庭如果有这三种人，往往是家运衰败的开始。大家好，今天分享的是曾国藩家训。一个家庭如果有这三种人，往往是家运衰败的开始。古代的读书人有一个共同的人生信条，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这是他们共同的信念和人生理想，而且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先提高自己的修养，再把家庭搞好，然后再进入仕途去治理国家，实现繁华盛世，天下太平。其实这个道理放在现在依旧适用。欲治国者先齐家，欲齐家者先修身，这是很简单的逻辑。但是现实中，多数人连齐家这一步都没能做好，甚至有些原本非常兴旺的家庭，一代两代就迅速衰败。所以过去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。不过历史上也有很多世代兴旺不衰的家族，比如著名的曾氏家族，自曾国藩时代起，至今传承了200余年，依旧兴旺。也正因如此，世人对曾国藩最为称道的，并非其治国平天下的功绩，反而是他的治家之道。那曾国藩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又是什么呢？关于败家，曾国藩在他的家书里总结了这样一句话，他告诫曾氏后人：人败皆因懒，事败皆因傲，家败皆因奢。曾国藩家训告诫后人，一个家庭如果有这三种人，往往是家运衰败的开始。这句话提到了3个败字儿，分别是人败、事败、家败。他们之间就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样，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。也就是说，人败会导致事败，事败则会家败。如果能在人、事、家3个方面做好，家族自然就会兴旺。先说人败皆因懒。一个人失败的理由可能有千万种，但究其根本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懒惰。俗话说，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。人的失败也是从非常微小的细节开始。比如一些看似平常的坏习惯，很多人觉得无伤大雅，懒得改正，然后各种小毛病越积越多，最后汇聚成让人失败的大毛病。失败以后还以为是毛病本身让自己失败，殊不知根本原因是当初的懒惰，懒得去改正那些小毛病。所以说，一切的失败追根溯源，其实都是因为一个懒字儿。有人说懒人有懒福，您可千万不要相信，更不要拿到当懒惰的借口，因为一个懒惰的人一定是家庭的祸害。除了懒人以外，导致家败的还有2种人，一种是傲，一种是奢。曾国藩说，事败皆因傲。傲就是狂妄、骄傲、傲慢，以为自己了不起，对一切都没有敬畏，不能惹的他去惹，不能做的他去做，结果就是坑完自己，坑家人。比如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所谓的坑夫、坑爹，一个女人在外面和人吵架很嚣张，说自己老公是什么了不起的人，又或者儿子在外面惹是生非，出了事儿就搬出自己老爸。像这些人其实就是犯了一个傲字儿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不但害了自己，还连累家人。很多原本兴旺的家庭，就因为有这样的人而一落千丈。当然，如果家庭的兴旺本身就是建立在不法的基础上，比如贪官污吏的家庭，这就叫报应，老百姓喜闻乐见，拍手称快。
第3种，家败不离奢字儿。富贵家庭衰败最大的根源就是因骄奢淫逸所致。古人有句话叫“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，则物力必趋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所有的金钱和物质来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限制，而消耗起来却没有节制，自然很快就会用完。一个家庭再富有，也顶不住胡乱挥霍，所以唯有勤俭，才能留住福气，留住富贵。刚才说到的这3种祸害家庭的人，其实在生活中并不少见，咱们可以时常对照检查检查，家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，也多反省反省，别让自己成为这种祸害家庭的罪人。好，刚才分享的是曾国藩家训，一个家庭如果有这3种人，往往是家运衰败的开始。来源网络，感谢收看。